华夏古神千万，最常见的却只有5位，被称作家堂五神，在港台两地最为常见。但凡供奉神仙，都逃不了这5位。你知道他们都是谁吗？家堂五神第1位，灶君，又称灶王爷，在古代属于1等1的顶尖大神，哪怕时至今日地位也是排得上号。毕竟人可以3天不玩手机，但不能3天不吃饭。任你二郎天眼如何精妙，大圣齐天如何威风，都无法代替灶神的地位。只要升起炉灶的地方，灶神都会投下目光。每到年末，各家各户都会拜灶神，供奉各种美食，好让灶神能够保佑自己。上天汇报的时候说说好话，希望来年可以五谷丰登。传说灶神乃是玉帝的小儿子，因为王母娘娘的宠爱，所以得到这个全都是有水的神位。1年365天，除了过年的时候，全部在吃喝玩乐，不用去打雷下雨，不用去跑东跑西，就算是孙悟空大闹天宫也和他没关系。这待遇简直没谁了。灶神这个职位可以说是火神、食神、丰收之神的综合体，也是信仰的巅峰体现。火神祝融虽然名气很大，辈分也是数1数2，但民间很少有供奉他的庙宇，毕竟水火无情，江河湖海这种自然之力也就罢了，火焰又不是天灾。食神往往都是饭馆供奉，因为食神代表的是食物的味道，跟灶神的地位自然就差了不少。家堂五神第2位，关圣帝君，二爷的名号不必多说，超级著名的武神，忠义就是他的代名词，不仅能降妖除魔，还是护持文运的5文昌神之一。也有些人视其为财神，财神是道教当中主管世界财源的神明。民间习俗当中，除夕之夜人们不睡觉，就是为了迎接财神上门，人为财死鸟为食亡，历史古今中外都逃不开的话题。财神的信仰自然也是非常的高，衍生的人物也比较多。财神分文财神、武财神。文财神一个是比干，一个是范蠡。民间流传，当九尾狐作妖的时候，比干怒视纣王，瞪了3分钟后，自己将心摘下扔于地上，随后走出王宫，来到民间广散财宝。他虽然没了心，但因吃了姜子牙给他的灵丹妙药，所以并不曾死去，并且因为没了心，也就无偏无私，办事公道，所以深受人们称颂和爱戴。在比干手下做生意，那是买卖公平，童叟无欺，于是人们就将其作为财神供奉了起来。试问谁不喜欢这种财神呢？另一位范蠡则是越王勾践的大臣，非常的足智多谋，帮助越王打败了吴王，成就了越王勾践的霸业，并且深知狡兔死走狗烹的道理。巅峰时刻急流勇退，转身去齐国经营农业和商业，但他把金钱看得很淡薄，把钱财都分散给穷朋友和疏远的亲戚。范蠡能发家致富，又能散财，在人们心目中是难得的活财神，也是商人这一行业的祖师级人物。但这俩文财神的名气虽然大，后世受到的供奉却远远不如2个武财神。毕竟武财神关羽和赵公明这2位实在是强的离谱。赵公明在道教中的地位很高，是4大护法元帅之一，黑虎玄坛赵元帅。除了3清祖师至高无上，其他的顶多压半头。而关圣帝君的位格更是随着时代水涨船高，武财神的名号直逼赵公明，再加上忠义的符号，世人谁不崇拜？家堂五神第3位，天上圣母，也就是妈祖，闽南台湾一带最著名的海神，3岁小屁孩都知道不能对妈祖撒谎。妈祖出生于宋太祖建隆元年，姓林，据说因出生时不曾啼哭而得名墨，称为林默娘。传说妈祖本为巫女，能预知祸福。28岁时，父兄在岷江口海域遇险，妈祖为救父兄飞身入海，不幸罹难。梅州乡民感其孝心，称妈祖以羽化登仙，为他修建庙观，以纪念孝心。于是无穷无尽的香火滋养下，妈祖娘娘诞生了。华夏大地不养闲神，能够得到供奉的神仙都不是一般人，香火成神道也是有着先例。最出名的就是那3坛海会大神哪吒，他削骨自尽之后，百姓建造庙宇供奉，假以时日就可以重新复活，只可惜让李靖给拆了。也难怪哪吒后来成天想着怎么弄死自己老爹。妈祖的人缘很好，所以崇圣的道路大体还算平坦。天上圣母除了护佑航海安全，民间还相信妈祖能保护婚育，救人于海难，斩杀海妖海寇，驻军破敌，护佑风调雨顺，因此民间对其功德十分敬重。特别是东南沿海一带的民俗，皆有祭祀天上圣母的习俗，出海打鱼不拜妈祖，那跟零下80度光膀子差不多。家堂五神第4位，土地神。要说什么神的庙宇最常见，那肯定就是土地庙。虽然在道教体系当中地位比较低，但信仰却是不少，是一种地方保护神，就连齐天大圣都喜欢时不时召唤出来问问。土地神是一种社神，源于古人对土地的崇拜。土地是人类居住生活的场所，是人类获取衣食住行的最重要地方，对人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物质进行崇拜，是原始崇拜的重要内容。我国先民早就有对土地的崇敬和膜拜，但由于土地广博，不可遍径也，五谷众多，不可一一计也，故封土立少而是有土尊，皇天后土，向来都是各大神话的最大信仰。
老天爷保佑，几乎都成了一句俗语。对于大地的信仰，很多就体现在这些土地神上。地势坤，君子以厚德载物。土地神可能在神仙当中丝毫不起眼，随便什么神仙都能呼来喝去。西游当中一些厉害的妖王也不将他们放在眼里，可土地终究是神，对于靠着黄土吃饭的百姓可就作用大了。土地肥沃程度，地质灾害的有无，每一项都影响粮食产量，这可是百姓的命根子，也不难怪到处都有土地庙，天生万物以养人。可天空实在是太高，所以还是大地来的实在一些。西方的大地之神盖亚更是无上的至高神，连宙斯、奥丁也要无比的忌惮，所以别看土地神不起眼，信仰可多着呢。加唐五神最后一位，观世音菩萨，既然是供奉最多的神仙，怎么能少得了观世音？观音菩萨以慈悲闻名，闻声救苦，能救度世人一切苦厄。俗话说家家观世音，他是加唐五神中的首位，也是当无愧的巅峰神仙，哪怕佛祖也是稍微高出半分。换句话说，西天灵山除了佛祖之外，观音菩萨就是老大，万千诸佛一平镇压。弥勒佛之类的佛陀虽然名号很大，但无论佛法还是修为都差远了。西游当中有三清四御五方老的称呼，代表天地之间最强大的一批神仙。五方五老当中，如来佛祖乃是西方佛老，统御无尽的西方大地，而南方却是南海观世音，能和佛祖一起位列五方老，实力地位可想而知。但凡有佛祖的地方，都不会少了观世音，此二者占据佛门9成9信仰。而佛祖身为极乐世界主宰，不能轻举妄动，他的一举一动都代表灵山这个霸主势力。就跟玉皇大帝也不会随随便便下凡一样，一般都是直接派出10万大军碾压，然后4大天王礼敬哪吒为优，实在不行就换战神杨戬。内部36正神可不是吃素的，佛祖跟玉帝的地位对等，所以观音这种时常下凡救苦救难的神仙，地位也就可想而知。据说观音菩萨早就是佛陀的道果，只是不忍见到人间疾苦，于是道驾慈航，以菩萨之名普度芸芸众生。4大菩萨都是如此，除了佛祖之外，灵山就是他们最大。只因不忍世间生灵受苦受难，于是地狱不空誓不成佛，于是闻声救苦，大慈大悲，世人皆拜观世音。加唐五神之首名副其实，这5位神仙各有特点，你又有怎样的看法呢？本期神话就到这里，咱们下期继续。